像这一类100比例的 3D 打印高达模型，在我曾经的认知里面，成本起码得400-500块钱。最近啊，我入手了一台纵微立方的这个 Photomono M5S Pro， 产品的主要卖点呢，应该就是10.1寸的14K 高清屏幕，额外附带了一个小型的恒温器兼空气清新机。不过对于一个 3D 打印小白来讲啊，这些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，各种参数看不懂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差距啊，所以说唯一在乎的可能就是便捷程度，还有最关键的上手门槛了。相信这也是在座各位没有购入 3D 打印机的原因吧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一直认为光固化 3D 打印是一件失败率高、操作非常繁琐的事情。直到我朋友最近入手了这一台 Photomono M5S Pro 啊，他告诉我这台机子有智能检测啊，不容易翻车，然后疯狂告诉我玩 3D 打印机可以省掉多少玩模型的成本。那没受住他的蛊惑呢，我也搞了一台回来。机器安装并不困难啊，大概花了10几分钟。听说 3D 打印调频很麻烦啊，但这一台机器是免调频的。总之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开始尝试 3D 打印了。玩 3D 打印的技术门槛比我想象的要低很多啊，也不需要懂 3D 建模，基本上在淘宝或者闲鱼花1-2块钱买一点 STL 文件就可以尝试打印了。免费的也有很多，但是要找到高质量的得花一些时间。这半个月里我前后后买了很多套啊，有需求的小伙伴们可以私信我获取。装好机器，倒入树脂，安装 U 盘内附带的纵微立方官方软件，导入你想要打印的模型图纸。导入完成以后，软件会自动调整模型的排版，简单检查一下模型的完整性，调整一下角度，选择上方功能中的支撑，点击生成自动支撑。稍微等一会儿，等支撑自动添加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保存切片文件了。根据不同的树脂，你可以选择自己手动调节一些可调的参数。调整好参数，等待切片完成，简单看一下切片是否有明显问题。确认无误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远程召唤我们的打印机开始打印了。纵微立方把整个打印过程做得非常简单明了，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。相较于常规的光固化 3D 打印机，我手上这一台 Photomono M5S Pro 的打印速度呢，还算是比较快的。映入眼帘的这一锅呢，我花了3个小时08分钟。这里就要引出我觉得这一台机器真正的卖点了。整个打印过程呢都有智能监测，一旦碰到问题会自动终止打印。这个功能对于 3D 打印机的深度玩家或许不是那么重要啊，但是对于我这种刚入坑的小白非常重要。因为缺少经验，打印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而我呢其实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发现问题的存在啊，这就要依赖这个智能监测功能了。通过套件内附带的钢铲呢，我们把打印件给取下，这里需要费一点力气，并且铲完之后呢，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铲干净。如果没有清理干净，下一次打印的时候，机器就会提醒你检测到残渣，导致你没有办法打印。铲模型的时候，记得像我一样找一个容器把它接住，同时最好佩戴手套操作，因为树脂一旦滴到地上或者手上都不太好清理，而且对皮肤会有刺激。取下模型以后，我们把它放到95度的酒精里面进行清洗。我这里用的是纵微立方官方的清洗机啊，但是这个机器特别费酒精。如果没有太多打印大件的需求，大家也可以买一个超声波清洗机，效果类似。等待清洗完成以后呢，我是建议大家先取出把支撑拆下的，在这个阶段拆除支撑会变得容易一些，并且也不容易损坏零件。这也是我玩 3D 打印认为最爽的一个阶段啊，整个拆支撑的过程都非常解压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就要准备对打印件进行固化了。这个阶段就体现了纵微立方清洗机的优势啊，不仅可以用来清洗，也可以用来固化，算是2合1了。不过如果你平时玩荧光比较多的，自己用紫光灯 DIY 一个难度也不是很大。体积比较小的话，大概固化个几分钟就够了。接下来把打印件给简单组装完成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台纵微立方 Photomono M5S Pro 仅花费3个小时打印出来的打印件精度如何。这个效果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满意的，这2辆摩托车的成本才10块钱，这要是找人帮忙打印，一个就得50块钱吧。这么计算，像我前面玩打印件就得花了好几千，真不如直接买一台打印机了。趁着时间还早，我又打了一套，总花费时间7个小时。就问在了解了这个东西的耗材成本和时间成本之后呢，你是否还会选择去买昂贵的打印件？实际上一台 Photomono M5S Pro 的产能啊，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正常家用需求了。想要尝试的小伙伴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可以私信问我。那么这里是不知名贫困学子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很快再见。